我身中精华剧毒，但过期不死。或许正如天竺神僧所言，吸了冰魄银针的毒之后，以毒攻毒，反而延了性命。谁知天意弄人，此刻我断了手臂，难道我要命丧于此？姑姑。此仇不报，我杨过誓不为人。好一招诱敌之计。大兄，你这是天生神力，在下佩服。啊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啊？你问我手怎么伤的？哎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哎，你嘴里叼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蛇胆吧？哇，好腥啊！你让我把它吃了？也好，你可能是我临死前交到的最后一个朋友了。我听你的。雕兄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蛇胆真的？
这些水果是给我吃的。哼！啊！哎，不是很疼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雕兄啊，你刚才给我吃的那些蛇胆是帮助我运功疗伤用的，怪不得我刚才一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血气顺畅了很多呢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哈，这里又有石桌又有石凳，难道有人居住过？啊？哦，雕兄啊，要不是你逼我一把，打死我也不敢下来。啊，剑种，剑魔独孤求败，既无敌于天下，乃埋剑于此。呜呼！群雄束手，长剑空立，不亦悲乎？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。若冠前已至，与和硕群雄争锋。呀，好剑！怪不得独孤前辈能以此剑技压群雄。此为软剑，30岁前所用，误伤义士不祥，悔恨无已，乃弃之深谷。哦。所以这里少了一把剑。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岁前持之，横行天下。啊？这么重啊！哇，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也不过如此了吧？雕兄啊，这把剑起码有70、80斤重啊！而且你看，两边全无剑锋，怎么用来杀敌啊？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剑术呢，都是以轻巧为主的。独孤前辈这把剑啊，打起架来实在太不占优势了，容易吃亏的。咦，这是一把木剑吗？40岁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唉，独孤前辈的武功真是登峰造极，像我这种无名小辈，怎么跟他比呀？真的好沉啊！雕兄啊，你要使这把重剑啊？哼，哼，你，雕兄，你让我吃蛇胆呢？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知己好友了，那你的一番美意，我又怎能拒绝呢？
雕兄，你给我的蛇胆真是神奇。我吃了以后呢，平常气息不易走到的穴道都变得畅通无阻，体内的剧毒每次发作的时候也变得越来越轻。你这样3番5次的救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你责备的对，你出尘脱俗，又岂是施恩忘报之徒呢？是我杨过失言了。其实我杨过一生都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想到惨遭此劫之后，能遇上雕兄你这位良朋知己，实在是老天爷对我不薄啊！雕兄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吧？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你是前辈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既然你那么有雅兴的话，那我杨过奉陪到底了。这剑实在太沉了，什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，根本就使不上嘛！雕兄啊，你天生神力，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了。你总不能把我当做独孤前辈吧？哎，杨过啊杨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用啊？雕兄长期伴随独孤前辈，瞧他扑着屈退间，隐隐然有武学家术，多半独孤前辈寄居荒谷，无聊之时，便当他做过招的对手。独孤前辈尸骨已朽，绝世武功变子淹没，但从雕兄的身上，或许还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网烈遗风。算起来，雕兄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武林高手了。如今雕兄不顾身份来教你练剑，你反而畏首畏尾，哎，你对得起雕兄的一番好意吗？雕兄，我们继续练剑。雕兄，你陪我练了这许多天的剑，现在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是越来越顺手了。独孤前辈在石壁上写着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这8个字，真是境界高深。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法，对手就越难以抵挡。没错，若无先前在古墓练功打下的基础，今日就算有所奇遇，也绝不能达到此境地。雕兄不会言语，他只是天生神力，又跟随独孤求败日久，经常会和他动手过招，记得了一些进退扑击的方法而已。但是归其原委，还是要多谢谢姑姑。可是姑姑，你又在哪儿呢？我们还是继续练剑吧。唉。
雕兄，又是蛇胆。雕兄，你每天这样帮我弄蛇胆，实在太辛苦了，不如你也来一颗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这些蛇的蛇身被利爪所伤，看来应该是雕兄所做的。可是这些蛇的样子也太奇怪了吧！雕兄啊，雕兄，你一定是吃多了这些怪蛇的蛇胆，所以呢，力气才变得这么大。看来我也得多吃一点，这样才配得上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。雕兄啊，外面下这么大雨，还要我练武啊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？雕兄啊，你带我来这里干！哎呀！雕兄啊，你要让我在这上面练剑吗？啊，原来独孤求败昔日美玉大人，便到这山洪之中练剑。好！我要修炼长线，上兄弟。没想到在瀑布中练了半日，剑力竟会如此大进。像是那怪蛇的蛇胆，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内力大增。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，才这般厉害。雕兄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良朋益友，一直在逼我练功，从来都没有松懈过。哈，嗨，呀，雕兄，没想到我终于练成了。不过呢，我虽然明白了剑术的治理，但枯守荒山又有何用啊？我现在的体内还有情花剧毒，万一哪一天突然发作，随时就会死啊！那么精妙的剑术岂非又归淹没？况且我在我死之前，必须要见我姑姑一面。我虽然武功比他高，但他力气不小，勉强纠缠下去，恐怕也讨不得好。不如先躲一阵子。
不起啊，兄弟，占了你的地盘，我一会儿就走啊。哦，哈，有。 别动，雕兄啊，别追了。你看，这是独孤前辈的遗言，他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。他曾经跟何香在一起的日子，是他一生感觉最美好的日子。虽然那个女人骗了他，他依然觉得无怨无悔。一个骗他的女人尚且如此，我姑姑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忍心撇开她呢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跟我姑姑在一起的日子，也是我一生当中感觉最快乐的。雕兄，没想到你这里还藏着一坛美酒啊，还不够朋友了吧？哇，果然是好酒。我知道雕兄你是为我好，你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独孤前辈的武功，怕我喝酒乱性。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你帮过我，救过我。 还教会我武功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你。雕兄，你也算得上是我的良朋知己了。今天，我们就一饮而尽，喝个痛快。嗯。 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小弟今生是不能报答了。但是小弟在江湖上还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日后再见吧。这柄玄铁重剑，小弟借去一用。等我见到我姑姑，报了我的断臂之仇之后，我早晚会再回来。保重了。 今日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怕你。来人，给我布阵！他的剑法似乎比绝情古时更快了一些。他一人使双剑，竟然出神入化。有机会，我也要领教一教。他们现在顾不上我们，我们把绳子解开，去杀了赵志敬这个狗贼。好。还不过来帮忙！快去帮忙啊！3个武林大宗师围攻一个小姑娘，真是笑掉大牙！呸！我大个儿帮着外人说话，回头定要叫你好看！
赶快把大家的绳子解开，我们一起冲出去杀敌。是。果然还是这个和尚高啊！居然能和小龙女战成平手。哪是平手啊？臭和尚都受伤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看我们还是一起上吧。大和尚若是死在他手里，我们能幸免吗？说得对，我们可不应该做亏本的买卖。上！道生一，一生二，道法自然。这招七星聚会，总算练成了。合五人之力，总算可以补招数之不足啊！不错，日后我们的弟子纵然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仗着人多，也可以合力自保了。只可惜时间过于迫促，这一招还只练到3、4成火候。全赖重阳祖师护佑，我们虽然火候不足，但其力可摧枯拉朽。我们破洞而出吧。好。是什么人趁我们闭关修炼之时，封住洞口？此等卑劣行径，是为武林所不齿。禀掌教，是蒙古人。邱老道，哼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贫道曾经讲过，10年之内找你清算这笔账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我等刚练成了七星聚会。就拿你来试招吧。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剑法。罢了，原来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此，要想胜他，那是终身无望了。今日只怕要死在这重阳宫中。我一死又有什么可惜？只是临死之时，总盼能见过儿一面。过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不是在做梦，我现在正抱着你呢，你痛不痛？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过儿，我好冷，抱紧我。
你的手怎么不见了？没事的。手怎么不见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被人砍断了而已。是谁这么狠心？谁把你的手砍断的？你现在不要再关心我了，你现在很虚弱，不要说话，闭上眼睛，不要动气。我来帮你运功疗伤，好不好？臭和尚，看招！太金轮国师声称郭襄不是他推下去的，从现在情况来看，他招招忍让，香儿未必是他推下去的。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段王爷都已经出手了，你要是再上去，就有失段王爷的身份了。我让雕儿来帮忙。臭和尚，我周伯通今天就不跟你讲什么江湖规矩了，必须来个1、2对1，打我！想要烧死香儿，这个臭和尚太卑鄙了。香儿别怕，爹娘一定想办法救你。郭大侠，想要贫僧放了令爱，却也不难，那要看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胆量。你有话就直说。郭靖，你身为人父，如果还有一颗慈爱之心，请走过来。束手就擒，贫僧立刻放了令爱。不要！这么好玩的世界，我却快要死了。不知大哥哥这时在哪里？从谷底回来没有？大哥哥，还有龙姑娘。大哥哥，你来救我了！我答应带楼儿来见你，怎么能让你死呢？
杨过，16年不见，你的功力有所长进啊！没想到你的功夫也如此了得，在我生平的敌手当中从未见过。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大哥哥吧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大哥哥，教训他！我在海潮之中练功，功力足以与怒涛相抗。16年前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何以今日他一击之下，我竟会险些招架不住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冲！蒙古人已经乱了阵脚，我们冲过去抢回香儿。杀！杀！龙儿，原来我和你重逢之后，便再也不会黯然销魂，这套掌法便也失效，连我这条性命也要赔在台上。龙儿，别了，你自己保重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答应过我，再也不杀人了，你都忘了吗？香儿，你可不可以再叫我一声师傅？师傅！
师父。师父，杨过，记住他！师父，师父。没受伤吧？放心，我没事。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杀了蒙古大汉。杨大哥，救我夫君！耶律兄是我兄弟，我焉能不救？我真的讨厌他吗？他为什么从来都不理我？只要他稍微肯顺着我一点，我便为他死也心甘情愿。我为什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？只是因为我暗暗想着他，念着他，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。杨兄弟，多谢相救，小心！他冲入敌阵去救齐哥时，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？实在说不上来。他在二妹生日那天送了他3份大礼，我为什么要恨之入骨？他揭露霍度的阴谋诡计，使齐哥得任丐帮帮主，为什么我反而暗暗生气？国父啊，国父，你是在嫉妒自己的亲妹妹？我是有夫之妇，齐哥又待我这般恩爱，我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呢？齐哥，齐哥，杨大哥，我这一生对不住你，但你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，小妹。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希望你今后别再恨我。耶律兄，擒贼先擒王，一去杀了他们大汗。好，再后也没有了。丢兄，杨兄弟，接枪！放箭！
那我先说第一个心愿，我要你取下面具，让我瞧瞧你的容貌。杨过心中一愣，自己给郭襄的3枚金针，可是天下人想要还得不到的东西，没想到这女娃子如此草率。你现在手持的这根金针，即使你吩咐我做天下最难的事情，我也会赴汤蹈火。你这么草草的就用掉了一根，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只看郭襄一脸认真的说道：“我若连你的容貌都未曾见过，又怎能算是认识神雕大侠？”杨过顿感眼前的小郭襄比之他姐姐胜过1000倍万倍，好感倍增。只见杨过缓缓地摘下脸上面具，郭襄原本以为杨过戴着面具是因为面相丑陋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却不曾想面具下的脸庞清癯俊秀，剑眉入鬓，凤眼生威，虽带些许苍白，颇显憔悴，却夺尽了春花秋月的风情，迷倒千世浮华。想不到你生得这般俊。杨过见郭襄许久不说话，知道是自己这容貌吓坏了这女娃娃，却未留意她面色泛红，眼角娇羞，无意间苦了若干年后那叫做张君宝的男子。那我再说第二个心愿了。杨过本想阻拦，担心郭襄未脱志气，竟说些小孩子话，可却已来不及。在今年9月24我生日那天，你到襄阳来陪我说一会儿话，见我一面。就这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不见你姐姐，也不见你爹娘。这自然由得你。只看郭襄又拿起第3枚金针，杨过心想自己从不轻易许人，女娃娃不知轻重，尽当儿戏。这第3个心愿我现在想不出，等我日后再告诉你。说罢，郭襄就朝屋外跑去。杨过心中感慨，一晃已是16年，自己和小龙女相约的期限也快要到了，心中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。郭芙带着郭襄和郭破虏一路回襄阳，心中担忧郭襄当真见过杨过，试探询问，却不想郭襄对此事极为保密，还反将一军。你是不是很不喜欢那个神雕侠呀？你干嘛这么紧张他？莫非你也想见他一面？神雕大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没有兴趣见那种人。郭芙虽已嫁人为妻，可与杨过的往事始终是抹不去的刺痛。见郭襄口无遮拦，骂骂咧咧的找到郭靖告状。爹，他在风陵渡随一个不认识的江湖人士外出，2天2夜都没有回来。傻憨憨的郭靖听信郭芙片面之词，当得知与郭襄结交的乃是西山一哭鬼那号的人物，更是窝火。胡闹！这是你能结交的吗？小小年纪就没大没小，去回房里去，我罚你在英雄大会之前不准踏出门口半步。郭襄心中委屈，不解父亲为何对自己态度此般恶劣，却对郭芙处处容忍，手握那枚金针，满脸花痴状，心中暗想，还是大哥哥对自己最好了。此时见窗外出来一人，正是丐帮现任帮主卢有角，带着美酒佳肴安慰郭襄。卢叔叔，要是每天都有你来陪我喝酒，再加上我娘做的小菜，把我关。风陵渡口，漫天风雪，只见一女子和一群大老爷们把酒言欢，此人正是小郭襄。众人闲聊那蒙古大军欺压百姓，幸好大宋江山有那郭靖夫妇把守襄阳城。郭襄听得兴起，大声喊道：“各位江湖朋友，今天晚上喝得高兴，这里所有的酒肉全部都由我请客。”众人纷纷夸赞，小姑娘豪气得很啊！钱财是身外之物，难得今天各位赏脸嘛。此时就看一蓝衣女子过来阻止，不正是郭大小姐？过去16年，郭大小姐的脾气依旧是大得很。带回到襄阳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爹。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仗义疏财没有错。我想，要是爹知道了，也绝对不会怪我的。所谓是一物降一物，即便是郭大小姐也对自己这妹妹毫无办法。来都来了，不如听听大家伙吹嘘。只看场中一男子说道：“除了郭靖郭大侠，还有一位大侠行侠仗义，将一脉祖裘荣的守城士官削去首级，还将他的头悬挂在数丈高空。”那这位大侠他是谁？又长什么模样呢？却听男子说到自己也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只知这位大侠只有一只手臂，他总是和一只大鸟走在一起。郭芙心中震惊，莫不是杨过回来了？双目中尽显恐惧。看来这神雕侠可真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物啊！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是个怪人。从小到大都是怪人？姐，难道你也见过神雕侠吗？见过他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何止是我，你也见过？他还抱过你吗？郭大小姐虽嘴上说的满是不屑，心中却只想拉着郭襄赶紧回去通风报信。却看郭襄也是极其倔强，非想去见见这位神雕大侠。此刻见一绿袍男子顺意而来，小姑娘，要想见神雕侠却也不难，今晚我带你去见他便是。好啊，这位大叔真是多谢了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好心。郭芙正要出手阻拦，却看这绿袍男子身手极快，拉住郭襄就朝着屋外跑去。郭芙还未来得及看清身影，绿袍男子就将郭襄带到了一处凉亭。今天我们几个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商量一下，今天晚上怎么对付那个神雕侠。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害我们西山一哭鬼的威名。郭襄为什么会出家创立峨眉派？除了杨过，金轮法王起码有一半功劳。郭襄四处找寻杨过身影，却无意中被金轮法王盯上。金轮心中所想，只要挟持住郭襄，何愁郭靖不投降？她是郭靖的女儿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于是趁郭襄在树林中寻路之际，金轮双手捏合，上前搭讪。郭襄只道是游方的和尚，见其慈眉善目，放下心中芥蒂，就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个断臂的男子，身旁还有一只大雕。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姓杨名过？郭襄心中欢喜，想不到这大和尚竟然和大哥哥是好朋友，忙问金轮法号。
贫僧珠穆朗玛。管他什么猪什么马。珠穆朗玛大师，那你知道我的大哥哥他在哪里吗？金轮哪里知道杨过身在何处，胡乱说道。杨过就在此处的一个山洞中练功，昨儿个我还和他吹了会牛，你自己找他去吧。这么多的山谷，我上哪儿去找他呀？请你说的明白一些。郭姑娘，我本来向北，这样我带你去找他好了。郭襄欣喜若狂，想不到出门遇贵人，珠穆朗玛大师真好。两人穿行树林，一路北上。此时恰逢长须鬼和大头鬼经过，见郭襄竟与金轮法王在一块，大惊失色。郭二姑娘，你怎么和金轮国师在一起？他不是金轮国师，他是珠穆朗玛大师，是爹爹的好朋友。他要带我去找我的大哥哥去。二小姐，快过来！那和尚不是好人，神雕峡在南边，他怎么带你向北啊？是啊。金轮见两人竟然坏自己好事，二话不说，腾空跃起，一手一个擒住两人咽喉，一路推去。长须鬼二人却毫无反手之力，可见这龙象般若大成之威。片刻，大头鬼便一命呜呼。姑娘快跑，别管我！贺和尚，你快放了这个长须鬼，姑娘随你去就是了。金轮却不理会郭襄，一脚踹去，便结束了樊一翁性命。郭襄心中一痛，却面不改色。小姑娘，你不怕我吗？我怕你干嘛？你要杀我，就快点杀好了。金轮自是不会杀了郭襄，只是对这将门虎女多了一分钦佩，拉起郭襄便继续北上。夜幕来临，两人在一坡凉亭中休息。此时金轮并无他念，只觉将这女子赠与蒙古大汗，胁迫郭靖挥军南下，指日可待。金轮正想着届时要和封赏，郭襄只道是金轮已沉睡去，小心观察一番，心中琢磨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想罢便蹑手蹑脚地朝着林中跑去，心里还十分嘚瑟。这恶和尚醒来发觉我逃走，料我必回襄阳，自会向南追去。我偏朝西北奔跑，叫他找不到我。哪知跑了许久，却看前方净坛坐着一人，此人不正是金轮？斜了个门，转身又朝反方向跑去。如此一夜，小郭襄已是气喘吁吁，本以为脱离金轮的魔爪，偏偏见了鬼。金轮竟然正坐在前方，郭襄心中忌惮。这是妖法吗？说罢便怒气冲冲来到金轮身旁。你要阻拦，好好阻拦便是了。如何这般不三不四的戏耍本姑娘？却看金轮竟不予回应。郭襄可爱爱的捶了捶小拳拳，却看金轮毫无反应，只以为这厮当真睡着了。于是来到金轮身后，学着黄蓉的手势，噼里啪啦在金轮后背一阵狂点。我刚刚点了你周身10几个穴道，现在你想动也动不了了，可别说我趁人之危哦。郭襄转眼看到身旁布满巨石，心生一侧，转身捡起一块大石头。你这个坏人，杀了我的朋友，今天我就要送你上西天。巨石正要落下，郭襄却迟疑了，嘴上嘟囔着：“趁人之危，非君子所为。”这次就算你走运。索性用大石头将金轮严严实实压住。臭和尚，姑娘今日不杀你，你可要知道好歹，别再滥杀无辜了。话音刚落，却看金轮直接运起出弓，将所有巨石震飞出去。郭襄心中这个气，你有这本事不早说，苦了我搬了半天的砖头。他哪里知道，正是自己这一念仁慈，转变了金轮心中所想，却也是在最后救了自己一命。我年事已高，空具一身神技，却苦无传人。100年之后，这绝世武功岂非就此淹没无闻？一想到此，金轮心中难受。看郭襄聪明伶俐，心地善良，资质之佳，生平罕见，当下便萌生收她为徒之心。虽是敌人之女，想来后续加强佛法熏陶，自能让她忘却红尘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贫僧喜欢你呀。爹娘，女儿名叫郭襄，为了郭家名声，为了襄阳，女儿死就死好了。你们千万别顾念女儿，中了奸计。黄蓉在客栈之中听闻蒙古军大举进犯襄阳，心中担心靖哥哥安危，赶忙回到了襄阳城。郭靖一见黄蓉带着如此多的武林好手归来，心中自是不甚喜悦，当即把这两军战况与众人诉说。蒙古大军来势汹汹，这襄阳城怕是朝不保夕啊！兄弟放心，如果那些蒙古人敢再攻城，我周伯通第一个出城，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好兄弟，下次可好？周大哥，你下来吧。郭靖虽知老顽童只是言语安慰，心中却对这老大哥甚是感激。可环顾四周，竟不见杨过和郭襄身影。黄蓉这才将情况告知郭靖。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过儿生死未明，你怎么能撇他而去呢？郭靖始终视杨过如亲生子嗣，哪怕自身危矣，心中仍是放不下杨过。若不是一灯大师及时相劝，真不知要如何收场。要是真的因为香儿的原因导致过儿有闪失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？郭芙立即转移话题，眼下金轮法王掳走郭襄，恐怕是要以此胁迫我等投降。果然，话音刚落，就看探子来报，蒙古使者在城外求见。这使者来意显而易见，自是要劝郭靖开城投降。要我投降，想都别想！
岂有此理！你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只听郭靖说道：“女儿性命固然重要，可襄阳城千千万万的百姓更为重要。我为了苍生百姓死不足惜，你别再说了。”说罢就看郭靖赶走蒙古使者，扬长而去。直至次日，就看这襄阳城下，蒙古大军如潮如涌，眼见半盘天布满红霞，景色瑰丽无伦。城下敌军飞骑奔驰，狰狞的面目隐隐可见。大军正中，蒙古王旗之下坐着的正是蒙哥大汗。就看郭襄被绑至高台之上，一旁金轮法王大声喊道：“郭大侠，令爱非常聪明伶俐，贫僧也甚是喜欢，已经收他为徒，传我衣钵。怎奈大汗有旨，你若不归降，便将你的爱女烧死于高台之上，蒙古骑兵将踏破襄阳城。还请郭大侠三思。”金轮素知郭靖深明大义，怎会为此断送襄阳满城百姓？不过是出言相讥，盼他自逞刚勇。但郭靖怎能上他这个当？你是武林当中德高望重之人，没想到竟然是贪生怕死之徒！你少拿话来激我！臭和尚，你若真是英雄好汉，我周伯通陪你大战300回合，其他废话少说。如今两军阵前交锋，又岂会单打独斗？老顽童见金轮不予搭理，忙让黄蓉出主意。可黄蓉见爱女危难，此刻哪里有那神机妙计？只看金轮转身开始对郭襄忽悠：“你若不劝你父亲投降，我便从1数到10，届时怕你性命难保。”你爱数不数？别说从1数到10，你且数到1000、10000试试。郭襄直接怒斥金轮：“论武功，你打不过我父亲，打不过我外公，更是打不过我大哥哥，只知道欺负弱小，将我绑在此处，无耻至极。”我只是觉得你挺可怜的，你一直待我不错，你我平日相处也极尽礼敬，我本该叫你师傅，可是现在你要烧死我，还要杀害我的父母，我就不能跟你客气。但是我见你糊里糊涂的，心下过意不去，忍不住要劝你一句。你劝我什么？似你这般为人，活在世上还有何意味？不如跳下高台，图个自尽吧。金轮被郭襄言语一激，竟一时不知如何答复。自己本就对这女娃娃喜爱有加，若非立场不同，又何必兵戎相对？但此时可不是心软的时候，金轮懒得理睬，只好转身又威胁郭靖，再不投降，立马放火。金轮国师，你在断肠崖给我擒住，向郭襄磕了18个响头，苦苦哀求他才放。你这忘恩负义、贪生怕死之徒，还有脸面身居蒙古第1国师吗？向郭襄磕头求饶，其实并无此事。黄药师此言，本是想扰乱敌军军心，却让金轮恼羞成怒，当即开始数了起来。1、2，金轮每叫一个字，便会停顿一会，只盼郭靖终受不住煎熬，纵不投降，也当心神大乱。襄儿，你听着，你是大宋的好儿女，慷慨就义，不得害怕。6，爹娘今日救你不得，日后必杀了这个妖僧，替你报仇。女儿不怕，女儿死就死好了。你们千万别顾念女儿，中了奸计。侠之大者，当之无愧。这等场面，纵是金轮也为之动容，当下言语哽咽，竟不知如何继续下去。国师怎么不数下去？来人，点火！是。不要！严律兄，擒贼先擒王，一次杀了他们大汗。好，再后也没有了。杨兄弟，接枪！金轮法王坐化火海，小郭襄平安归来，众人正欲发起厮杀，却看耶律齐身陷万军丛中。郭芙深知战阵中千军万马相斗，若是落了单被围，武功再高也必无幸。眼看丈夫危难，脱口而出：“大哥，救我夫君！”偏偏抓住这只空荡的衣袖，郭芙心中一震，自知无言以对，可眼下丈夫性命要紧，不顾其他，当即朝着杨过跪了下去。杨过也没想到，这性情刚烈的女子，此刻竟会如此，一时于心不忍，反手拖住郭芙，口中说道：“耶律齐是我兄弟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”说罢便转身杀将过去。我真的讨厌他吗？他为什么从来都不理我？只要他稍微肯顺着我一点，我便为他死也心甘情愿。20年来，郭芙一直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每念及杨过，总是恶语相向，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，早已不是言语所能形容。他冲入敌阵去救齐哥时，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？想到曾经杨过送妹妹3件生日礼物，揭露祸毒阴谋，帮扶耶律齐做丐帮帮主，郭芙非但不领情，反倒心中憎恨，不觉间悠悠地叹了口长气。见丈夫已从敌军阵中厮杀出来，这才心生欢喜，赶忙跑去抱住耶律齐。杨大哥，我这一生对不住你，但你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。小妹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希望你今后别再恨我。此时看蒙古大军又如潮般涌来，杨过心生一计，叫上耶律齐，擒贼先擒王。好，再后也没有了。说罢便将地上长枪踢至杨过手上，只看杨过挥手一掷，却不想蒙古卫兵早有防备，用这铜墙铁盾挡下这杆长枪。杨过大惊失色，紧忙呼喊大雕，而后一跃而起，踏至神雕后背。杨兄弟，接枪！
蒙古大汗不知杨过还有如此神物，赶忙号令身边这数百弓箭手朝着杨过射杀而去。却看神雕左护右闪，伸翅拨开射来的弩箭，眼看距离越来越近，蒙古大汗见势头不好，紧忙接过一把弓弩，踏步跃上这铜墙铁盾，挽雕弓，搭长箭，射大雕。这大汗亦是骁勇，自幼弓马娴熟，一箭之威响彻云霄。却看杨过双目一睁，卯足气力，将长枪奋力掷去，眼见那长枪犹似流星赶月般飞去，划破蒙古大汗的箭弩。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，正中蒙古大汗胸膛，登时毙命。自此王旗倒下，大汗陨落，蒙古军军心已乱，溃不成军，纷纷逃窜而去。只看神雕大侠大胜归来，众人无一不为杨过喝彩，几口赞誉杨过攻略丰伟。郭靖看此间大势已了，便提出想去华山祭奠恩师之墓，只是一夜便已到这华山之巅，对着洪七公、欧阳锋还有那邱一萌的墓穴一一叩拜。接着又听黄药师感慨道：想当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齐名江湖，如今只剩南帝东邪，不由心生遗憾。却看老顽童说道：哎呀，那我就好奇了，当今世上武林高手有谁可以称得上五绝呢？众人顿时来了兴致，纷纷议论。东邪南帝本就位列五绝，只是南帝已出家为僧，黄蓉便提议一登大师改为南僧。而杨过虽然年轻，却武功卓越，又是欧阳锋义子，但杨过可不会用毒。于是黄蓉又提议，我赠他一个狂字。世人皆称郭靖为郭大侠，又是北丐洪七公之徒。我说称他为北侠，自当人人心服。而这五绝之首，自是由这老顽童认知最为合适。自此，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、中顽童五绝之位已定，众人皆大欢喜。本是要饮酒共襄盛举，却看杨过拉着小龙女就向众人辞别。毕竟16年相隔，还有很多遗憾尚未完成。大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若是有缘，定当他日再见。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竞争，但是如果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多谢大哥哥，多谢杨大嫂。说罢就看杨过和小龙女乘坐神雕飞翔而去。终南山下，活死人墓，神雕侠侣绝迹江湖。却看郭襄泪眼婆娑，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。龙儿，你在哪儿？杨过在这绝情谷底，竟意外发现几个人造蜂巢。又看蜜蜂翅膀上刻有文字，依稀可看出是小龙女手笔。莫不是小龙女还活在世间？待四周望去，若小龙女已死，必会留下骨骸，除非是骨沉潭底。猛然间想到，先前沉入潭时，有见到大片光亮，甚非寻常，怕是真有蹊跷。想到此处，一跃而起，单臂滑动，朝着潭水深处游去。不想越是往下，深处的浮力越强，屡次尝试都被压力弹出。这次无论如何都难不倒我。就看杨过掌心蓄气，待全身内力汇聚，一掌朝着亮光处拍去，而后又猛力的单臂旋转，强大的内力瞬间让潭底形成一个漩涡。眼见漩涡越来越大，杨过一个猛子扎入，让身体伴随急流旋转冲了进去。暂且先让杨过冲一会儿，再看半山腰上，陆无双等人已将麻绳搓好，往谷底一扔。黄蓉交代让郭襄好好看住金轮法王，便去谷底寻找杨过。寻至一圈，却不见杨过身影，自是猜到杨过定是跳下潭水去了。几个老男人一商议，便决定让黄蓉下去寻找一番。那就让黄蓉也先在水里游一会，毕竟现在金轮法王要开始整事了。太疼了！金轮说道，自己如今浑身瘙痒难耐，如被万蚁噬心，请求郭襄给自己的潭中穴、玉枕穴上来那么2下。你少吹牛了，娘说了，膻中穴和玉枕穴一碰便丧生，你身上麻痒，就用力忍耐一下。徒儿一路之上是师父待你怎么样？还算不错，但是你杀了大头鬼和长须鬼，还害死了我们家的双雕，你待我再好，我也不记情。金轮看自己的好徒儿言语如此决绝，心中多少还是难受。既然你也知道这是死穴，不如就成全师父，也算是作为多日来的报答了。你要我杀你啊？我才不动手呢。你在这2个穴位上点一下，师父死不了的。等你娘上来的时候，师父会亲自跪在他的面前，请求他的原谅。郭襄见金轮话已至此，还是心生怜悯之心，当下挥手朝着金轮2处死穴点去。哪想金轮双目一横，忽然起身震断身上绳索。他们推经转脉，以功换穴的功夫，难不倒贫僧。走！你骗人！郭襄终是江湖阅历太浅，可如今为时已晚，只好被金轮法王强行掳走。而此时，杨过已游到潭水另一端。龙女花。杨过见此地仙雾缭绕，繁花似锦，又惊又喜。数丈之外，竟有一间藤草茅屋。杨过当即冲了进去，就看屋内陈设简陋，但洁净异常，桌椅的摆放竟与古墓中的布置一模一样。扭头看去，一旁凌空拉着一条长绳。杨过又惊又喜，转身夺门而出，四下张望，忽觉身后竟站着一人，这不正是过儿？
是你吗？时隔16年，他日思夜想、魂牵梦萦的小龙女，此刻就在自己眼前，还是这熟悉的白山，雪肤依然，花貌如昨。啊的一声轻呼，两人紧紧搂抱，燕燕轻盈，殷殷娇软，是也非也，是真是幻。如此不知过了许久，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交谈之际，方才知道，原来小龙女当年不辞而别，原本确实是为自尽，哪知道绝情谷底竟有如此一方天地。此地气候寒凉，与小龙女修行之法相通，加之蜂蜜和坛中白云果腹，小龙女体内毒性竟日渐退去。两人就这般相互诉说着16年来发生的事，坐在石头上相偎相依，心中都是深深感谢苍天眷顾。见夜色已深，是时候该做点正经的事情了。话分两头，郭靖这边可就惨了。黄蓉等人见郭襄又被金轮掳走，四下寻觅，却在客栈中听到了一件大事。两位大哥，请问襄阳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听说吗？昨晚蒙古大军偷袭襄阳城，那真是千军万马呀，又是弓箭，又是云梯，还有火流星呢。总之是战情激烈，死伤无数，打了1天1夜，蒙古人才退兵啊。那位守城的郭大侠，他有没有事啊？幸亏有郭大侠呀，他带着丐帮和各路英雄豪杰拼命死守，这才保住了襄阳城。而且我还听说郭大侠还受伤了。靖哥哥受伤了。师姐，这几天我也不怕闷了。我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好啊，只要我们香儿开心呐，卢叔叔以后天天陪着你。可偏偏事与愿违，第二天，卢有角收到一封密函，声称蒙古大军择日进军襄阳，邀约鲁帮主破庙议事。可一番等候，却不见一人。正当卢有角察觉事有蹊跷，就看门外走来一斗篷男子，手持金属折扇。卢有角一眼认出，此人正是霍都。是你。话音刚落，便看郭襄正在大殿中嚎啕啼哭。你起来看看我啊，卢叔叔，你不要死啊！卢有角以命丧霍都之手，丐帮众人寻遍襄阳城，却不见霍都身影。郭襄心中难受，独自在破庙中祭奠卢有角。趁今晚是你的回魂之夜，你一定要记得回来见我最后一面。话音刚落，就见门被撞开。卢叔叔，真的是你吗？幸好进来的是郭芙。郭芙怒骂郭襄不懂事理，眼下危机四伏，竟还敢独自出来。哪知话音未落，屋外又传来声响。两个小姑娘，泥魔星，郭大小姐果然好眼力，佩服。郭二小姐，西山一呼鬼奉神雕大侠之命，今天特地前来给郭二小姐贺寿。这是杨过送给郭襄的第2份生日礼物。只看这西山一哭鬼各自端着1、4方木盒，吓得郭襄以为又是血乎乎的东西。又是血淋淋的吗？那我就不敢看了。却看身旁这大头鬼呵呵呵呵，郭二小姐尽管放心，这件礼物绚烂夺目，保你欢心。只看这木盒一开，火炮冲天而起，在半空中直接炸裂，散了开来。但见满天花雨，银光闪烁，只看空中赫然写着“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”。只叹是一见杨过误终身，这场烟火让16岁的郭襄一辈子都没走出来，这场芳华却或是他此生最美的风景。恐怕杨过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这一举动竟无意间造就了2个门派。烟花绚烂绽放，一瞬即一世，忽又传来一声巨响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但见流星传讯，一个接一个，连传百里之远。看着火流星的方向，竟是南阳。只看天降火雨，南阳蒙古大营瞬间被火海包围。南阳大火，这是神雕侠给郭二小姐的第2份薄礼，烧了蒙古大军20万的粮草。郭靖心中大喜，自己数次攻打南阳都是无功而返，如今杨过只是借着祝寿之名，便让蒙古大军损兵折将，果真大快人心。却看郭靖紧忙登上英雄台，敢问出手的各位英雄，能不能全身而退？要不要我们接应啊？郭靖侠之大者，不关心战果，注重将士安危，当真是仁义过人。当得知杨过早已安排后手接应后，才放下心来。歼灭敌军先锋固然大面其威，但是毁了他们在南阳多年囤积的粮草还有火药，更是大功一件。众人还沉浸在杨过立下的硕大战功的喜悦，可身旁黄蓉却担心杨过功高盖主。各路英雄好汉，先请吧。今日蒙古大军连遭2次挫败，我们自是不胜之喜。当然还有一件喜上加喜之事，就是丐帮选出了新任帮主。果然黄蓉还是处处护着郭芙。一旁的耶律齐心中感叹，这下终于能轮到我吧。台下众人当即放声大喊。郭芙嘴角一笑，总算是当上帮主夫人了。可造化弄人，偏偏就是不能随了这老马的心愿。且慢！只看台下有一人举手阻拦，此人竟是何师我。只看何师我走上台来，耶律大爷的令尊在蒙古贵为宰相，令兄也曾位居高位。今日耶律大爷赴死重险，怎能成为本帮之主啊？此言一出，台下议论纷纷。这非我正统者，焉能同我丐帮？却看耶律齐立马狡辩，说先父命丧蒙古皇后，小可与蒙古暴君实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何师我摆了摆手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我丐帮帮主轮替，一要那打狗棒做传承信物，二是前任鲁帮主大仇未报，尸骨未寒。这2件大事都没有完成，你就要成为本帮帮主，未免有些
太过性急了吧？叶绿齐一时语塞，幸亏一旁梁长老出来解围。虽说你言之有理，但我丐帮帮众数10万，遍布天下，不能无人为首，而寻棒除奸，更不是说办便办，也须得有人主持。却看何事，我直接打断。以弟子之见，谁人能够夺回打狗棒，谁人能够杀了霍都这个狗贼，为鲁帮主报仇，我们就奉他为主。要是霍都忽然致死，而且功夫能够在耶律大爷之上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奉他为主不成？胡说八道！霍都的武功怎么比得上他？没想耶律齐的帮主之位还未坐稳，这帮主夫人倒率先耍起了威风。别说今日耶律大爷没有成为本帮帮主，就是成为了本帮帮主，帮主夫人也不该这样当众斥责本帮弟子啊！此话一出，直接戳穿郭芙的小心思，当下也不再忍让。齐哥，你便教训教训这个大胆狂徒。贫僧喜欢你呀！你这个坏人，杀了我的朋友，今天我就要送你上西天！金轮法王到底有多喜欢郭襄？看郭襄放着绝佳的机会，却下不去手。如此好心肠的女子，让金轮这一届秃驴也是喜欢的要紧。一想到自己收的那几个废物徒弟，大徒弟虽是练武奇才，偏偏一场风寒挂了。老二达尔巴又被杨过赶回川边，霍都这小贼更是离经叛道。想到自己一身绝世武艺，这大龙象般若功却苦了没有传承。看到郭襄天资聪颖，自是起了收徒之心，当即问郭襄：“你觉得我牛掰不喽？”大和尚的本领当真不小，只可惜不做好事。何为好事？何为坏事？你羡慕我的武功，就拜我为师好了。我会把全身的武艺都传授给你。呸！我学你这和尚的功夫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想当尼姑。郭襄真是一语成谶，虽然不是小尼姑，却偏偏做那尼姑的头。金轮见郭襄面露不屑，又继续忽悠道：“自己这武功奇妙绝伦，十足的有趣。”你一出手，便杀死了大头鬼和长须鬼2个，他们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如何便下这毒手？金轮见郭襄只是因此事生气，倒也不恼怒，只道世人在江湖飘，技不如人，只能挨刀。你这小姑娘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像我这样的名师，这江湖上是很难找到的。有人给我刻了300个响头，我都没有答应做他的师傅。如今我要做你的师傅，那是你的福分。羞羞羞，好羞啊！郭襄嘲讽金轮好生不知羞耻，自己可听说过你那2个徒弟被我大哥哥欺压，而你在16年前也是我大哥哥的手下败将。此言一出，自是揭开金轮伤痛，想自己归隐江湖16载，苦练龙象般若功，只为今日寻杨过，一洗当年羞辱仇。和尚爱吹牛，自夸天下无敌手。望见杨过东边来，脚底抹油朝西走。我虽不知他现在身在何方，但再过2个多月后，他要到绝情谷去和他的妻子小龙女相会。一个杨过已叫你心惊肉跳的啦，再加上一个小龙女。金轮一听大喜，这绝情谷位置我熟啊，你乖乖跟着我，等我打败你大哥哥，你就拜我为师。你武功要真这等高强，那我还不求着拜你为师。郭襄正愁不知绝情谷在何处，待你见了大哥哥，那时才有你受的呢。金轮带着郭襄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一路上那叫一个宠爱有加。我问你啊，一路之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只看金轮一脸的慈父微笑，我这出家人无儿无女，你即将成为我的徒弟，我对你好不应是理所应当。那你真的要做我的师傅吗？啊！郭襄心想，这大和尚为人虽坏，可这功夫却不分好坏，莫不如自己先应承下此事，日后也好找机会脱身。要我拜你为师，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以后，你不许再随便杀人了。金轮转念一想，不杀人有何难，当即就答应了郭襄。好啊好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拜你为师。郭襄直接下跪，对着金轮行这拜师大礼。金轮这叫一个欢心。就如此，郭襄每日在金轮身边习武练功。金轮见郭襄只是数日，功夫就大有长进，对这女娃娃越是欣喜。一想到自己那大徒弟居然一场感冒就嘎了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受到一点点的风寒。郭襄对金轮也不似先前那般排斥。师傅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倘若大和尚和父亲不是敌人，真当拜师也不是不可。我与你的爹娘本无冤仇，只可惜我们各为其主。如果不打仗，我有可能会成为你爹娘的朋友。又看金轮说道：“这2国交锋，并非我等可以掌控。我和你父亲虽各为其主，但对你父亲的降龙掌、母亲的打狗棒法，那是钦佩的很。至于你的杨过大哥哥，为师答应你，下次见面绝不把他打死。”郭襄却反驳道：“你肯定打不过他。”师傅怎么能打不过他呢？是因为怕你伤心，才留下他一条小命的。师傅，你果真变了，徒儿在这里谢谢你。好一个师徒情深，眼看如此，金轮语重心长提醒道：“你这么钟爱杨过没有用，他一旦找到小龙女，他们俩必定会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，没你的份儿。如果杨过找不到小龙女，必定会横剑自刎，还是没你的份儿。”
郭襄虽然心中明白，可那又如何？一见杨过，终生已悟，我不过是那苦命之人。却看金轮说道：“我自有办法帮你去除烦恼。”只看金轮带着郭襄跪在莲花生大士向前，右手握智慧之剑，斩断人间烦恼；左手握莲花，心如止水。可郭襄此刻哪里听得进这妙法禅音？16岁的年纪正是青春，倘若柔情留不住，不如留烦恼在人间。心中没了烦恼，就没了大哥哥。我喜欢心里有大哥哥，可惜我迟生了20年。倘若娘心生我学会了师傅的武功，在全真教道观外住下来，自称大龙女。小杨过在全真教中受师傅欺侮，逃到我家，我收留了他，教他武功，他慢慢的自会跟我好了。等他再遇到小龙女时，最多给他3枚金针，说道：“小妹子，你很可爱，我心里也挺喜欢你，不过我的心已属大龙女了，请你莫怪。”神雕侠。风铃渡口处相遇，一见杨过误终身。小龙女在断肠崖上留下16年后再相见。杨过心知这不过是小龙女安慰自己的话，本想跳下绝情谷一死了之，不料黄蓉却一口咬定此事为真，还搬出了南海神尼神通广大一说。想来龙姑娘这等美貌如仙的女子，神尼必定十分喜欢，收她为徒，带到南海去了。倘若小龙女16年后归来，见你已死，恐怕也绝不会苟活。杨过虽抱有疑虑，却也不敢冒险，回到剑冢与大雕消磨岁月。回想自己前半生，一柄玄铁重剑已是罕见敌手，看到石壁上独孤求败的木剑，想着独孤求败40岁后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已入无剑圣有剑之境，想那16年太久，不如磨练心境，修这无剑之道。玄铁剑重于80斤，轻飘飘的木剑要能以轻制重，只有2个方法：一是剑法精奥，以快挡慢；二是内功充沛，恃强克弱。陡然之间，杨过心中灵光闪现，剑锋吹过，席卷漫天落叶，剑气袭人，凄凉肃杀之意充斥天地间。却是树枝，却似箭已出匣，长啸一声，冲天而起，木枝也化作一道飞鸿，以剑正道，元剑合一，方使大成。逼人的剑气震彻山谷。如此不知过了多少春秋，此般剑术，天下复有谁能与抗手？如今距离16年之约尚有10日，杨过决定带上神雕，除恶扬善，打抱不平，一人一雕行侠仗义，江湖人称神雕大侠。